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李宁的808三代 Ultra 版本。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李宁的808系列在去年迎来了重启，但是不管是哪一个版本，都好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实战表现真的特别糟糕。如果要评选一个2022年最糟糕的实战篮球鞋，我相信808二代一定榜上有名。而这一代的808三代，不管是之前的普通版本，还是今天我们的主角这一双 Ultra 版本，都是十分出色的实战好鞋。普通版本可能因为做得太极致，受众人群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但是今天的 Ultra 版本一定会成为2023年被更多后卫去进行选择的实战鞋款。在外观方面，我个人感觉这一代确实比不上上一代，并且在重量方面，这一代也有着比较明显的上升，单支42码的重量达到了411克。作为一双超低帮的后卫鞋，这样的重量表现真的算不上出色。而造成这一双鞋在重量方面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有着明显的加强。上一代身上用在后跟处的碳板被取消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从鞋头一直延伸至后跟，并且做了后跟环抱的 TPU 材料，硬度非常高，在后跟外侧还加入了一块碳纤维的装饰板，在足弓处也有一块碳纤维的装饰片。不过这一双鞋身上这一些看上去像是碳板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强度可言，基本上就是一个装饰品，对于球鞋的刚性或者是强度都没有任何的加强效果。而强度提升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它的鞋垫，鞋垫上的 TPU 支撑片覆盖了整一个前掌，并且在内侧足弓处还做出了明显的上扳。当你把鞋垫加入到外壳之后，它的整体抗扭表现绝对是够用的。不管是在做一些对抗时的蹬地，还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它的支撑力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由于上一代支撑表现太糟糕，而一直在纠结是否要购买这一代的兄弟们可以放下心来，并且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比上一代有着比较明显的提升。鞋面的设计明显没有上一代激进，上一代的鞋面确实布满了透气网眼，但是在强度方面的表现并不出色。而这一代的透气孔设计明显更加的保守了一些，虽然看上去好像透气孔的数量以及大小都有着明显的下降，但是这些透气孔的功能性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透气效果非常拔群，夏天穿它打球也完全不会出现捂脚的情况。并且这一代 Ultra 版本的鞋面在主要的收力点位置加入了更多的热熔材料进行补强，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不过这一代的鞋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压脚背现象，高脚背的兄弟我不建议你们购买这一双鞋。在鞋舌的缝合处这一圈热熔材料区域，压脚背的现象非常的明显，即使正常脚背的兄弟穿它也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一下。而它的鞋楦依旧属于正常略微偏宽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还算比较广，除了高脚背的兄弟不是特别适合以外，其他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选择它。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而宽脚的兄弟如果要选择这一双鞋的话，可以适当的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以得到更好的体验。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你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出色的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在上脚初期它会有一点点掉跟的现象，但是在磨合个1、2场之后，掉跟的感觉就会完全消失。不过因为它的鞋垫在后跟处做了一个凹槽，在正常跑动的过程中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陷感，虽然对于实战毫无影响，但是这一种后跟形变太过于明显的感觉，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适中，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不过不管你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跑动时的感觉都只能算是一般，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推进感或者是力反馈，这可能是使用抽拉式鞋垫的篮球鞋相对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当然，如果鞋垫与外壳之间的贴合度足够高的话，这方面也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它跟之前的普通版或者是上一代的808一样，鞋垫与外壳之间的贴合度并没有特别高。那这一种抽拉式鞋垫的篮球鞋，你应该如何去判断它的鞋垫跟外壳之间的贴合度高不高呢？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看这一副鞋垫拿出来的时候困难程度高不高，越难拿出来贴合度就越高。但是808的鞋垫都是比较容易拿出来的，所以它的鞋垫与外壳之间的贴合度并不是特别高，这就造成了这一双鞋的整体性会比较差一些。
鞋。虽然它的鞋垫在加入了这一块大面积的 TPU 之后，中底的反馈力度确实有着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在穿着实战的过程中，它的中底力反馈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好在它的中底在场地感以及反应性方面的表现依旧十分出色，但是跟普通版相比会稍逊一些。在突破发力的过程中，脚底下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出现，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而在脚感以及缓震方面 ，Ultra 版本比普通版会有着一个不小的提升，虽然有所提升，但是依旧算不上出色。身为对于缓震要求并不是特别高的我，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它也只能算是刚刚好够用的一个水平。如果你对于缓震有着比较高的要求，那它的缓震表现绝对没有办法令你满意。如果你想要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但是觉得普通版本的808三代在缓震方面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那 Ultra 版本可能会让你喜欢。而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提升在于它在力线方面的控制，或者说是足弓支撑方面的提升。上一代在足弓支撑方面几乎为零，穿着一段时间之后，整一个中底的力线都会出现往内侧偏移的情况，对于足部的健康非常不利。而这一代则完全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并且在足弓处的支撑给的也特别足，鞋垫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明显的抬起，穿在脚上能明显感觉到足弓是被承托住的，并且在足弓处上方的硬质 TPU 键也很好的保证了足弓支撑的持久性，不会因为缓震材料的衰减而出现支撑力度越来越差的一个情况。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它基本上跟上一代保持了一致，抓地依旧非常出色，耐磨表现比较一般，还是更加适合用来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打球。稳定性表现还算不错，较低的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就算你想它不稳定都有一定的难度，对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相比上一代的808，它更加的完美，没有了特别明显的短板。相比普通版，它更加的均衡，在拥有出色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同时 ，Ultra 版本拥有着更为出色的脚感以及缓震表现。如果你想要一双抓地出色、场地感和反应性兼具，并且在中底缓震方面也够用的篮球鞋，808三代的 Ultra 版本可能就是你一直想要拥有的那一双篮球鞋。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缓震出色、踩实感强的篮球鞋，它一定不会是你的菜。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